可能很多人都想有一本彩色的电子书，这样子在阅读的时候就可以保护眼睛，最好呢还能安装各种各样的 APP 不受限制。那我也是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本文石的 Nova 3 Color 啊，它是彩色的 7.8 英寸的电子书，它的包装盒呢非常的简单，就这样的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啊，里面有一些配件，包括保护壳啊，包括充电线啊、充电器啦，然后还有一个贴膜，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主机，还有一支手写的电池笔。我在买之前呢，对这个设备可以说是非常的期待接到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高兴，但是当我使用之后，整个感觉就变了。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也让你们参考一下它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啊。我先讲一下它的一些我认为的缺陷，有5大缺陷啊。我首先讲第一个，就是它的阅读的这个对比度啊非常的低啊。你看我打开一本书，就当你读它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是白纸黑字，而是灰纸黑字啊，这个纸是灰色的我现在调的亮度你看是中间啊，在中间啊，灰色的纸黑色的字。如果你感觉不是很明显的话，我跟你做一个对比。这是我差不多4年前买的 Kindle 的 Paperwhite， 你看这是白纸黑字，能够看到吗？白色的字黑色的字啊，然后把它放在一起，这个亮度也是也是放在中间其实我不用这样来证明给大家看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信任我我不会做任何的笔。你看，一个是白纸黑字，一个是灰纸黑字，这差别好明显读这种灰纸黑字的屏幕一开始感觉不会有什么，但是在用了10几分钟之后，就会感觉很不舒服。那种不舒服呢，跟你看平板看电视，就是近距离的或者长时间使用手机不一样。它是一种好像你隔着一层雾蒙蒙的地方在看东西就好像你雾天有起大雾的时候开车出去或者去散步一样，就是你看这个字感觉要小心翼翼的，感觉老是能够激发你一种紧张的神经，怎么老是雾蒙蒙的，好像老是没看清晰，老要用力去看它。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毕竟我这个 Paperwhite 买的应该是第2代因为我自己记不清了，有3、4年了。这个 Kindle 的 Paperwhite 第2代呢，它的价格还不到1000块钱人民币，而这一款呢是2600。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材料上，我觉得应该这一款新的要更好才对，不说好得多，起码不至于落后。但实际的阅读体验作为一个阅读器嘛，阅读体验是最重要的，它却还要比那个老的 Kindle 的 Paperwhite 第2代还要更差一些，这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的事情。然后呢，第2个缺陷呢，就是它的输入的时候不是很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在你使用输入法的时候，你看这些字你去点它，你看我点快一点，你可能就根本分辨不出到底你点下去没有，因为每一次点它的提示都是在这个键的下方会有一个黑杠出现，但是只有下方有个黑杠的话，你是很容易被手挡住的。你看我点了没有？看不出来。但是在这个 Kindle 上面呢却没有这个问题，这是几年前的设计你看我点一下，它整个框都会亮起来，那整个那个字符的框都会亮起来，所以你点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自己到底点了没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下去，你都能够看到按下去的那个反应。这个是人家已经几年前就做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像以前的人家的这些好的经验去学习一下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当然了，它这个输入法的不方便它可以用这个笔来弥补，毕竟它在做笔记的时候呢，再也不用去按那些键了，除非你要查一些词或者去搜索一些书，搜索一些资料，你可能需要去输入，那时候会感觉到很不方便。但是大多数时候呢，在你要记笔记的时候呢，你都可以用这个笔来代替。第3个缺陷就是它的手握，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它的手握会不方便，因为它很薄嘛，只有7点几毫米，毕竟我在买之前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我还是想选一个很适合自己很好用的产品的，而且呢它边框也很窄，结果呢吃亏就吃亏在这个边框很窄上面了你白天看还好，2个手这样拿或者1个手这样捧着，对吧？
都很方便。但是到了晚上或者当你躺着看书的时候，你要这样子了，你不能捧着了，你就需要这样拿着很累，这个手腕很累，然后你需要这样握在边上，握在边上的时候发现就很容易误触啊，这大拇指它没有地方放大拇指，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电子书的话，尤其是有了这么大7.8寸之后，一定要起码有一个侧面是能够放下一个大拇指这么宽的一个距离的，这样子才方便，因为你可以这样转过来或转过来，但一定有一个侧面是可以放下一个大拇指。基本上像他这样的状态，如果我躺着读的话，半个小时都撑不了，就觉得很累，然后只能够像我手还比较大，用一个围子这样拖着这样来读。但是当我用这个围子这样拖着来读的时候呢，又发现了它的第4个缺点非常的让我尴尬。它的第4个缺点呢，就是它的触控不是很灵敏2个手还好，你这样摁它是很灵敏的，你看都有在翻页，有看到。但是当你一个手这样拖住的时候来读书，有时候你是需要这样滑一下来看书，你看没有反应，你摁一下有反应，往回走，但你要往前面走没反应，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就这样子，很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它会让你读的有时候有些着急，你不知道你到底按成功了没有，有时候会多按几下，然后又翻多了页，这样子阅读体验是很不好的。同样的，我再来做一个对比，就是用我这个老的 Kindle 现在打开了一本书你看它的翻页的灵敏度，一滑一滑，往这边往这边，非常的灵敏。除了刚刚讲的这4个缺陷之外还有第5个很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呢也是让我感到有一些非常尴尬的地方，因为它本身有一个功能我很喜欢，就它有一个录屏的功能，可以把它的屏幕给录下来。这样子的话，我想我可以用它，有时候如果做一些课件需要写画画的，把那个过程给记录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用到它的录屏功能。甚至有时候我做一些视频，我也可以用到这个录屏的功能，把某些东西写画的过程全都记录下来，然后放到我的视频里面去跟大家分享。但是正当我满怀期待来用它的录屏功能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根本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笔记给记录下来。它经常是屏幕上白白的一块，啥显示都没有，当你去播放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整个的你写的内容都出来了，或者甚至你写了什么内容它根本就录不下来。那这样一个录屏功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刚刚讲到它这5大缺陷，就让我对这个产品产生了一个什么印象呢？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实验性的一个产品，应该在实验室里面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却把它提前的商用化了。当然我也不能够光讲坏的一面，我也讲一下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呢，就是它有这一支笔可以方便做笔记，而且因为它是电池笔呢，它其实记录起来很方便。你看我随便写几个字但是这个笔呢，能够在书上直接做笔记这个功能呢，仅限于它自带的这个书城软件。如果你是自己安装的，像微信读书是不行的。它自带的这个书城呢，是跟京东合作的。如果你买了京东的 VIP， 或者你想去买京东的 VIP， 那还好。如果你没有的话呢，那么等于这支笔在边读书边做笔记的这么一个功能，对你来说其实也就会大打折扣。它不是所有的 APP 都支持。然后呢，根据它的宣传是，如果你拷贝了 PDF 上来的话呢，也可以用这支笔在 PDF 上面直接做笔记的。但是我自己没有去做任何的测试，因为讲了前面那5大缺陷之后，我基本上对它已经心灰意冷了，我就不会再去想到去做更多的测试，我已经想把它给退掉了。不管怎么样吧，如果你有京东读书的 VIP， 那么用这个笔呢，你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这是一个优点。然后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它可以安装 APP， 当然它能够安装的 APP 也不多，它自己的应用市场里面呢，有的 APP 并不多，不过总比没有要好。它的内存的结构是3+32，就是有32G 的那个存储是可以给你安 APP 的，但是实际能够使用的大概就是20G 左右，因为自带的那个系统呢占到了差不多12G 的这样一个空间。那关于它的5个大的缺陷呢，还有2个优点呢已经介绍完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比方讲它的续航我觉得它的续航呢还是中规中矩的。另外有2个功能，就是分屏记笔记，其实也是一个很鸡肋的功能，因为你分开屏幕之后，记笔记的那个屏幕所记的笔记呢是不能跟着
另外旁边的那个屏幕上面的书走的，就是你笔记是笔记，书是书，但是这个机枕它的笔记管理系统是非常的简陋的啊。如果这样的话呢，你记那些笔记还真不如记在纸上更方便。虽然说它可以下载印象笔记啊或者 OneNote 这些软件，那我自己是一个 OneNote 的老用户，所以我就把 OneNote 有下载过来有使用，使用起来体验真的是非常糟糕，你宁可不用它。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在上面可以用来看视频当然还有彩图啊，当然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它看彩图其实基本上这2个功能啊，看视频我没有试过，因为看图片都已经不行了，我干嘛还要拿它去试看视频呢？看图片给我的感觉就是也是实验室里面还可以，真的你是看不清楚的，这图上的一些字啊都是很模糊，你只能说能够看到一个隐约的颜色，绝对没有达到说可以看图片啊，甚至说还可以作画的这么的程度是做不到的。好了，最后给大家讲一下我的总体感受，就是2个字，退了。当然了，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啊。我觉得它实在有太多的功能只是噱头和只是适合于存在于实验室当中啊，还正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也希望它能够越做越好，终于有一天我可以买到一个这样的彩色屏的电子书阅读器。也谢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给我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